西北战局本来是很有希望，偏偏叫胡宗南给搅乱了。他在渭河一夜之间丢掉4个军，这个人志大才疏啊。扶梅战役胡宗南再次战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老蒋的耳中，他不由大骂娘西痞，更骂胡宗南志大才疏。因为老蒋知道，现在胡宗南退到秦岭，西北战局更是无力回天了。单靠二马这些地方军和杂牌军根本不足以同彭德怀较量。但此时的青宁二马并不想放弃西北，最终在阎锡山的召集下，二马同胡宗南来到了广州，召开最后的西北联防会议。从今天起，各位的恩恩怨怨要一笔勾销，必须以党国的利益为重，精诚团结，共同抗击彭德怀，打出西北的新局面。对于阎老西的发言，马鸿逵表面还是很赞同的，毕竟青海和宁夏的军队从反清到北伐，再到联合抗孙，又到抗战，本质上还算是一家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与马步芳这一脉有一层说不清的姻亲关系。马步芳的爷爷与马鸿逵的大伯是表兄弟，马鸿逵的女儿又嫁给了马步芳的堂弟马不荣，后来马鸿逵又将孙女许配给马步芳的侄子做老婆，这2匹马可谓是4代姻缘，所以在辈分上，马步芳还得叫马鸿逵一声老爸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切听老爸的，老爸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伯伯，我老朽了，子相年富力强，正在有为之时，我甘愿做参谋，从旁相助。借着这层姻亲关系，阎老西还以为二马已经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，当即亮出了自己的兰州决战计划。此计划是以青海的马家军进行节节抗击，逐步撤到兰州，把解放军一同吸引而来，最后再凭借兰州地形天险固守，然后再让马鸿逵与胡宗南从两翼出击，一同围歼我军的第一野战军。为保此战必胜，胡宗南还答应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会派出飞机进行支援。众人信誓旦旦的表态，让这个计划看起来是那么的天衣无缝。可散会后，回到公馆休息的马鸿逵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便将电话摇给了自己的儿子敦敬，到我这儿来一下，我们回宁夏去。回宁夏？兰州去不得了，弄不好我会被马步芳扣为人质，逼我出兵。再说共产党打进兰州，我也不得好死，还是回我们的老家银川好。到了如此危急关头，这群军阀还在盘算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，可见国民党败得并不冤。随后马鸿逵离开广州的消息很快就被马步芳所得知。这个老混蛋，这2匹马拴不到一个草上。看来啊，这军事联防会算是白开了。那为什么马鸿逵会突然食言，果断背弃刚刚洽谈好的合作呢？难道他真的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吗？这其实还得从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后说起。1949年4月，北平和谈结束后，张治中就留在了北平。自此，西北军政长官的位置便空了出来，而能争夺这个位置的只有马步芳和马鸿逵。两人都是这个位置，是独霸西北的最高权力。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，不仅互不谦让，还互相暗中诋毁。为了上位，可谓是手段频出。马鸿逵依靠多年的人脉积累，在49年5月初的时候就说动了老蒋，让他接任这个一把手。但那时候的老蒋早已下野，口头承诺是不能作数的。但马步芳却不同，他以金钱铺路，用黄金打通了李宗仁和阎锡山。在委任状还没下来之前，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，说马步芳即将接任西北军政长官。消息传到西北后，马鸿逵彻底慌了。他的实力本就比马步芳弱一些，现在国民党政府又想扶持马步芳做西北王，那他马鸿逵以后还有什么出头之日呢？在经过一番挣扎后，自知争权无望的马鸿逵便打算以退为进。他于1949年5月5日在甘青交界的响堂镇约见了马步芳。这次见面史称响堂会谈。他主张青宁二马再次联合，他愿意退出竞争，全力保举马步芳做西北的军政长官。等事成之后，再由马步芳保举他做甘肃省的主席即可。对于这个提议，马步芳欣然答应。可没想到，等他坐上了西北的军政长官之后，非但没有兑现先前的诺言，反而继续留用原甘肃省的主席郭继桥，用以牵制马鸿逵。这下可把马鸿逵彻底惹恼了。要知道，甘肃可是西北的锁喉之地，整个河西走廊全在甘肃境内，是商旅往来的必经之路。甘肃就是西北连接中原腹地的锁链，自古河西走廊就是屯兵屯田以及税收的绝佳场所。马鸿逵的宁夏地盘小，想占领甘肃，趁机扩充地盘，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。但马鸿逵想到的马步芳怎会想不到，他的野心比马鸿逵更大。
他不仅要利用马鸿逵做上名义上的西北王，还要坐牢西北的实际掌控者。在他眼中，甘肃不但是他的囊中之物，就连宁夏也不过是他嘴边的一块肥肉。处处受到排挤的马鸿逵，在兰州办了2个月的工后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彻底跟马步芳闹翻，最后不惜飞到广州向阎锡山、李宗仁告状诉苦。阎锡山为了缓和矛盾，只能强行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的政府主席，但马步芳对国民党政府却阳奉阴违，拒不承认，也拒不交权，更不给马鸿逵任何实际性的支持。在物资的调拨上，更是故意将属于宁马的补给、弹药以及马匹克扣下来，甚至还有过公开羞辱。在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时，他准备了40多桌酒席招待青海代表团，却被马步芳强行阻挠，严令代表团不得入席，让马鸿逵当众难堪。种种不公的行为让马鸿逵恨透了这个马步芳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，早已让这个联盟名存实亡。所以在广州召开完西北联防会议后，表面上马鸿逵口头答应不再计较，摒弃前嫌，但他内心早就想破罐子破摔了。再加上宁夏的兵力本就有限，主力一旦投入兰州决战，那宁夏防线必定空虚。一来怕我军趁虚直取宁夏，二来怕马步芳顺手吞并他宁夏的主力，三来就算打赢了对他也没有好处，战后马步芳依旧会独霸西北，自己还是一无所有。所以说马鸿逵不是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，而是被马步芳的背信弃义伤透了心。他明知道合则两利，分则两弊，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反正是输是赢，他宁夏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何不让我军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马步芳？剖开马鸿逵和马步芳的这场恩怨，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信任崩塌的联盟。他们不是输给了强大的对手，而是输给了彼此的猜忌、贪婪和短视。在历史的洪流面前，个人的野心和算计显得如此渺小。他们都想成为西北王，却在最终的决战中失去了整个西北。马步芳或许赢了暂时的官位，但却输了格局。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为了独霸一切而排挤自己人，亲手把一个本可以团结的盟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不懂得平衡权力和分享权力，最终使得自己在最关键的兰州决战中孤立无援。